如果明天早上醒来，你打开手机的券商 APP， 发现你的账户总资产在一夜之间暴跌了 30%， 满屏都是刺眼的绿色或者红色，取决于你所在的交易市场，你的第一反应会是什么？是大脑一片空白，心跳加速，手心出汗，是愤怒的咒骂这个市场是个吃人的赌场，还是在极度的恐慌中闭着眼睛按下全部平仓的按钮，发誓这辈子再也不碰股票了？如果你是上述的任何一种反应，那么恭喜你，你正在按照华尔街顶级掠食者们为你精心设计的剧本，分毫不差地扮演着那根最完美的韭菜。我知道这样说可能非常刺耳，但今天我们要聊的绝对是你在这个充满血腥味的市场里能够听到的一句最真实也最违背人性的逆耳忠言。我要向你抛出一个极其打破常识的假设，如果我告诉你，每一次让你痛不欲生的市场大跌甚至股灾，其实都是宇宙在给你派发能够改变你家族财富轨迹的跨阶层入场券，而你却因为本能的恐惧，不仅把票撕得粉碎，还倒贴钱给了那些真正的主力机构，你会作何感想？这就是我们今天必须要彻底重塑的核心认知。市场的剧烈暴跌不是财富的凭空蒸发，而是财富的强行转移；不是世界末日的预演，而是金融系统在进行一次残酷的优胜劣汰和重新洗牌。对于那些没有准备的人来说，大跌是通向深渊的滑梯，但对于掌握了底层逻辑的普通人而言，大跌才是跨越财富鸿沟的真正机会。只要你在这个过程中能够避开我接下来要详细拆解的3个致命陷阱，普通人仅仅通过买对 ETF 这一种最简单的工具，就能在随后的周期里大概率实现资产的跃升。这不是鸡汤，这是基于极其冷酷的数学逻辑和金融史规律得出的必然结论。让我们先来剥开第一层洋葱，看看当下这个世界到底在发生什么，以及为什么跌出来的才是机会。高盛集团在2026年的宏观展望报告中，虽然对整体经济给出了乐观的基准预测，但也发出了极其明确的尾部风险预警。高盛首席经济学家指出，如果出现极端的政策黑天鹅事件，比如超预期的关税冲击或地缘摩擦，美国强劲的 GDP 增速可能会从预期的 2.6% 直接被打压到 0.5%。 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市场永远存在突发利空引发恐慌的可能，但你必须看透这背后的底层真相，维持金融系统的稳定，避免股市出现毁灭性的长期崩盘，已经是当下美元信用体系的底线任务。所以当市场因为某种突发危机而出现恐慌性暴跌时，你以为天塌了，但在华尔街和美联储的眼里，这只是一次必须被迅速修补的系统故障。资金越深，随后而来的救市政策、财政刺激和货币放水的力度往往就会越发疯狂。这就是为什么每一次史诗级的暴跌之后，几乎都会跟随着资产价格的报复性反弹。先把注意力拉回来，理解了宏观背景，我们再用一个生活中极其简单的例子来类比一下大跌时的市场心理。假设你现在去家附近的菜市场买苹果，这家菜市场的苹果品质极高，常年的价格都是1斤10块钱，你也习惯了这个价格。突然有一天，因为天气预报说下周可能有一场大暴雨，菜市场的摊贩们集体恐慌了，急着要把手里的苹果清仓，于是纷纷降价。原本10块钱1斤的顶级苹果，现在只要3块钱1斤。面对3块钱1斤的顶级苹果，你会怎么做？你的第一反应绝对是狂喜，你会冲上去，不仅自己买一大袋，还会打电话叫你的亲戚朋友赶紧来买，因为你知道苹果还是那个又甜又脆的苹果，它的内在价值没有任何改变，只是因为短期的恐慌情绪，它的价格标签被错误地打了一个3折。你闭着眼睛都知道这是一笔极其划算的买卖，但是把同样的场景平移到股票市场，普通人的理智却会瞬间清零。当代表着全球最优秀、最赚钱、拥有最深护城河的公司的 ETF 组合，比如标普500指数或者纳斯达克100指数，因为某种宏观恐慌而暴跌 30%， 相当于打了7折的时候，普通人不仅不会像抢打折苹果那样去抢购，反而会把自己手里本来持有的大量优质筹码以血亏的价格恐慌性地抛售给那些正在暗中接盘的华尔街大鳄。为什么你在菜市场里是个绝顶精明的买家，到了金融市场里却变成了毫无理智的韭菜？因为在菜市场，你看到的是实实在在的资产本身，而在股市里，你死死盯住的只是那个不断跳动的价格标签。你被价格标签上的数字吓破了胆，却忘记了去审视你所持有的 ETF 底层的一篮子能够源源不断创造现金流的伟大企业。这就引出了我们要深度拆解的核心板块。当市场真正血流成河，大跌机会来临的时候，普通人往往会因为认知偏差
一头栽进主力机构布置好的陷阱里。想要在暴跌中完成阶层跃迁，你必须死死避开以下这3个致命陷阱。第一个致命陷阱，傲慢的精准抄底幻觉。我知道很多人现在会问，既然你说大跌是机会，那我就空仓死等，每天盯着盘面，等它跌到最低点的那一天，我再把所有的钱一把梭哈进去，全仓买入，这样我的利润不就是最大化的吗？你可能觉得这是最聪明的做法，但事实是，这是一种极其危险的赌徒心理。在金融市场里有一个铁律，绝对的底部，只有在事后回头看的时候才会知道。当你身处暴跌的漩涡中心时，没有任何人能够精准预测哪一天是绝对的最低点。当你试图精准抄底时，你会陷入2种万劫不复的境地。第一种，市场跌了 20%， 你觉得到底了，一把梭哈全仓买入，结果第2天市场又跌了 15%， 你的子弹打光了，不仅无法在更便宜的位置买入，还会承受极其巨大的心理崩溃，最终在真正的黎明前夜割肉离场。第二种，市场跌了 20%， 你想等它跌到 30% 再买，结果市场突然开启了暴力反弹的微型反转，你踏空了，不甘心，于是你在市场反弹到比暴跌前还要高的位置时追高买入。真正的机构玩家绝对不会去猜底，而是采取网格化加仓或者定投式左侧建仓。他们会在市场跌破合理估值区间后，将资金分成若干等份，越跌越买，买入的是一个底部区域，而不是一个绝对低点。他们用纪律战胜了人性的贪婪与恐惧。第二个致命陷阱，买错底层资产，陷入结构性毁灭或损耗黑洞。大跌的时候买 ETF， 绝对不是闭着眼睛随便买一只名字里带 ETF 的代码就能躺赢的。很多普通人在这里会犯下极其昂贵的错误。你可能觉得，既然市场暴跌了，那我就去买那些跌得最狠的，加了3倍杠杆的 ETF， 只要反弹一点点，我不就赚翻了吗？仔细听好接下来的逻辑，这里面藏着金融学里最残酷的波动率损耗数学原理。杠杆 ETF 的设计初衷是为了给机构做短期交易的，绝对不适合普通人在高波动的震荡市和下跌市中长期持有。我们来算一笔账，假设基准指数现在的价格是100块钱，第一天暴跌了 10%， 变成了90块钱，第2天反弹了约 11%， 重新回到了100块钱。对于基准指数来说，它不亏不赚，回到了原点。但是3倍杠杆的 ETF 呢？第一天基准跌 10%， 3倍杠杆 ETF 就会跌 30%， 100块钱变成了70块钱。第2天基准涨 11%， 3倍杠杆 ETF 就会涨 33%， 70块钱涨 33%， 结果是93块钱多一点。发现问题了吗？基准指数明明已经涨回了原来的位置，但你持有的3倍杠杆 ETF 却在这个上下震荡的过程中硬生生的永久消失了将近 7% 的本金。大跌期间，市场往往伴随着极端的上蹿下跳，买杠杆 ETF 等于是在给市场白白送钱。此外，还有一种错误是买入没有盈利支撑的小盘股和纯概念型 ETF。 摩根士丹利等顶级机构在2026年的投资策略中依然明确强调大盘股优于小盘股。如果在大跌中你依然去抄底那些已经被时代抛弃或者没有实际盈利能力的弱势标的，你等来的不会是反弹，而是漫长的阴跌。第3个致命陷阱，患上现金为王的致命幻觉。在市场崩盘的时候，每个人都会听到一句最经典的口头禅，现金为王。你可能觉得把股票全清空换成现金放在银行里是最稳健的防守，但事实是，在现代信用货币体系下，特别是在危机爆发的周期里，长期持有绝对现金其实是在进行一场慢性资产缩水。一旦危机深重，各国央行往往会释放海量的流动性来拯救经济，你手里紧紧攥着的那些现金其实正在被通货膨胀这只无形的手偷偷洗劫。更可怕的是，股市的底部反弹往往是极其迅猛且毫无征兆的。金融史上无数次的数据证明，错过一轮牛市中涨幅最大的那10个交易日，你的最终总收益可能会被腰斩，而这涨幅最大的几天往往就紧跟在市场最绝望的暴跌之后。当你抱着现金沾沾自喜，想等一个一切明朗的信号再进场时，你会发现资产价格已经飞到了你高攀不起的位置。既然避开了这3个陷阱，普通人到底应该怎么做？我们需要针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几种极端情境，给出最稳妥的 ETF 应对策略。情境 A， 流动性枯竭引发的闪崩与微型反转，这通常是由黑天鹅事件引起的短期恐慌。此时宏观经济基本面并没有完全崩溃，你的策略必须果断，直接将资金对准宽基指数 ETF， 比如追踪标普500的 SPY
或 VOO， 或者追踪纳斯达克100的 QQQ， 因为宽基指数汇聚了全市场流动性最好的核心资产，一旦市场情绪修复，它们的反弹是最稳健的。情境 B， 高息环境下的钝刀子割肉与 U 型磨底。如果市场经历长达1年以上的阴跌和震荡，面对这种极其考验人性的 U 型磨底，你最强大的武器应该是等权重 ETF， 比如 RSP， 或者是红利增长型 ETF， 比如 SCHD。 等权重 ETF 可以帮你规避掉少数几家巨头公司估值回落的风险，而红利型 ETF 可以在漫长的寒冬里为你提供源源不断的现金流分红，这是你坚持拿到周期拐点的最强大的心理铠甲。情境 C， 结构性重组下的 K 型分化震荡。在这种结构性撕裂的市场中，你需要采用哑铃型的 ETF 资产配置策略。哑铃的一端是代表未来生产力方向的科技核心环节 ETF， 另一端必须是与经济周期相关性较低的刚需防御板块 ETF， 比如医疗保健 ETF。 这种配置既能确保你获取科技发展的长期红利，又能保证在经济下行期拥有坚实的防守底盘。这3种沙盘推演涵盖了未来市场可能出现的复杂局面。只要你严格匹配对应的 ETF 策略，把大跌中收集到的廉价筹码耐心持有5年到10年，长期的财富复利将不仅是一个概念，而是你改善生活、逐步掌控人生的真实结果。我知道，即使我把所有的底层逻辑都铺展在你的面前，当明天大跌真的来临时，你的手依然会颤抖，因为我们面对的最终敌人是我们人类几百万年进化出的大脑生物本能。在大跌中能够拿到结果的人，都是那些能够用理性的金融认知去克服先天恐惧本能的人。今天，我希望你能把这句话深深地刻在脑海里。二者的每一次大跌恐慌，绝对不是对你前期努力的惩罚，而是你未来想要积累财富必须经历的考验。你在恐慌中坚持下来的理性判断，都会在未来的周期中化作账户里的真金白银。本内容仅供教育目的，不构成具体的投资建议，请大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谨慎操作。如果你觉得今天的深度拆解真正穿透了市场的迷雾，帮助你重塑了对于暴跌的认知，请务必立刻订阅本频道，点赞本期视频，并开启小铃铛，这样你就绝对不会错过我们未来对宏观局势每一次极其关键的沙盘推演。最后，我想在留言区听到你最真实的声音。如果在下周一你最关注的那个宽基 ETF 突然暴跌了 20%， 你会选择闭眼割肉，还是严格执行你的网格定投计划？写下你的选择，把它作为你在大跌中战胜本能的心理契约。我会持续帮大家整理市场的最新变量，我们下期见。